为什么说欲成大事者必读王阳明呢？王阳明的心学又凭什么能够让你脱胎换骨呢？如果说你想要彻底告别你自己的精神内耗，其实你只要读懂王阳明里边的一点，就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一生，让你大彻大悟，受益终生。我从来没有给大家分享过这一类的知识啊，我今天比较感兴趣，就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看大家的状态不对啊，你看看你现在你自己是不是越活越累，或者说是不是越来越焦虑，越拼越焦虑，越努力越内耗，越努力越自闭。其实根本就不是你的能力不够，也不是你的运气不好，而是你这一辈子都活在了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种虚妄的一种杂念的世界观里面，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心里永远和自己是在做无限的拉扯，行动却永远的是停滞的。500年前王阳明留下的心学，就是专门根治这种普通人造成的这种精神内耗，彻底重塑人生格局的顶级的一种的认知的心法，也是所有想翻身的人，所有想咸鱼翻身的人，所有想成事的人必须能够吃透的一个顶级的心法。所以说你只需要读懂这一点，你就可以完全改变你现在的人生大家都知道啊，王阳明真正是集儒释道三家精髓，就是于一身的这种千古的圣人，对吧？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能够做到几乎说是可是没有吧，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对吧？三不朽的完人，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你纵观历史这些朝代，能文能武，既能悟道，又能修心，又能建功立业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几乎找不到唯独王阳明，对吧？一生跌宕起伏，屡遭这种绝境，却次次能够在绝境当中逆风翻盘，活成了后人就是无数的强者人生立的一个标杆，就立在这里。你看当年他蒙受这个冤气，被贬的时候，流放到这个乌烟瘴气就是这个毒虫遍布的荒无人烟的贵州的一个农场没有亲朋伴友的相伴，也没有亲戚朋友，身处于生死的绝境但是就是在这种的条件下，他不断的磨练自己，没有人给他支撑任何的场面，四处绝境，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无比的黑暗。换作是你我的话，可能就玩完了，对吧？但是他日夜就是静坐、静思、反思，褪去心中所有的杂念和不堪，放下自己所有的名利和自己的执念，就是终于在一个深夜让自己豁然开朗，仰天顿悟，仰天大吼，看破了就是人生与宇宙的终极的真相这就是震惊后世、流传千古的龙场悟道，对吧？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龙场悟道。很多人一辈子呢，其实都是在好奇一件事，就是王阳明在龙场绝境当中，他彻底悟透了什么样的天机，能够让他彻底脱胎换骨或者说无往不利，从此遇到事情呢也不慌，逢事必破，逢难必破，可以这样理解今天我就用大白话，所有人都能够听懂的大白话，也是我自己就是认识到的一些道理吧。我把这个500年的顶级的一个真相彻底的给大家讲透。其实他悟透的第一件事就是戳透了这个世间99%的人他是痛苦的内耗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件事，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被自己胡思乱想的生活所困住。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的烦心事都是你自己困住。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通病，就是我的道理听得再多，我的认知听得再全，我都能够听懂，但是我依然过不好我自己的日子。你讲什么我都知道你明明知道你要努力，你要自律，你要加油，要搞钱，要提升自己，要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你的双手说不，我不想动，你的大脑说可以，那就不动，对吧？然后永远就停留在你的脑海里边浮现，我一直规划、纠结、焦虑、犹豫，但就是不行动。你的认知呢，就是说就是不要行动，你就挡在不动了。所以说你的认知和你的行动是完全处于割裂的状态，脱节了，两者不是受一个大脑控制了。你脑子里天天装的就是什么万千大道，手呢说你给我打住，我想要原地踏步，对吧？这就是普通人你越活越疲惫的一种身心的一种症状的核心就在这里。那么真正的人生破局之道是什么？从来不是说学更多的道理，不大道理没有用，对吧？从来
就是也不是纠结这种未知的结果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而是果断斩断你脑海里所有的虚幻的妄想，想干就立马干，沉下心去落地，去行动，去直面现在的这个现实，即刻去行动。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人生的心态也好，或者说你的人生的格局，一定会让你这个人彻底的发生一个蜕变。我给大家说一个所有人都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一说你肯定经历过，你就能够瞬间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假如说你现在在当下的生活当中，你去工作也好，你的收入你是不是不太好，对吧？也就是说你对你的收入极度的不满意，然后你又不甘心你的平庸，想要改变你自己的现状，想要去创业，去辞职，去搞一番事业，想要去考证，去提升，对吧？想要突破你现在的圈层。完事之后每天深夜里，就像现在几点？现在11点，对吧？11点躺在床上，把人生未来的这种蓝图波澜壮阔，堪比无人能比，然后画得非常的完美，甚至连成功之后如何扬眉吐气，提什么样的车，买什么样的房对吧？如何打脸之前看不起自己的人都已经脑补好了，画面都已经想得非常的漂亮了，做了一个完美的梦，给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大饼，对吧？但是过了今天12点，明天早上6点钟，天气一亮，醒来一睁眼看见了太阳，你又陷入马上的空白的状态，然后让自己陷入到了无尽的焦虑恐惧想的是什么？我害怕创业失败，我害怕血本无归，我害怕考证失利，我害怕白费功夫我害怕折腾一生之后一无所获，我害怕别人的嘲讽，我害怕自己失败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你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反驳，对吧？你一整夜一整晚所有的期待和你的恐惧白天带给你的伤害都是反复的拉扯然后自我的内耗，越想越焦虑，越想越自卑，越想越不想干，完事之后还得去上班，第二天闹钟一响，依旧拖着你自己疲惫的身体，挤着那个地铁脚都是放不下，对吧？上着那个班摆烂的那个日子，让自己浑浑噩噩，继续一边抱怨自己的现状，一边又是原地的去躺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心里呢却还是满是不甘，还是那种或者说痛苦和自我的否定的结局，对吧？但是我们你看，如果说换一种活法呢，我们不去脑补那些并没有发生的灾难，我们不去纠结那些遥远的未来，我们不去焦虑未知的结果，我们只专注于当下的小事儿。就比如说我现在想给我这个手机充电，我就插上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考虑它万一充不上怎么办，对不对？这就很简单一个小事。你早上呢你通勤不再去刷这个短视频去内耗，安安静静的打开一本书，对吧？学点技能，学点方式，下班之后呢，不要再去躺平，一躺床上就开始 emo， 对吧？你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的床，放过你的床一把吧，坚持自己去运动，沉淀的自己，打磨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你是这样做的，你就会神奇的发现，你现在的现实的处境、存款的余额，包括你工作的状态，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可以改变你内心的焦虑、迷茫、痛苦，这些事情会对于你整个人来说都是烟消云散的，整个人都可以变得踏实、笃定、有力量，可以干事情。所以说你能够看懂吗？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当中最通透的一个真相，也是根本的，就是能够治愈这个精神内耗的终极密码。人生的世间，除了当下的行动、当下的体验、当下的付出是最真实的，其实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迷茫、所有的担忧，全部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凭空设想的一个假象，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你只是在脑海子里给自己科普了一下，这些事情都是假象，根本就不存在的。所有的精神内耗从来不是你生活带给你的这些事情，而是你自己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还没开始干就想得天方夜谭，对吧？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内耗。困难本身它只是困难，但是它不会击垮你，失败只是一次结果，它不会毁掉你的人生，对吧？真正的困住你的是什么？就是你心中的恐惧被你自己无限给放大了，被你自己无限放大之后，是你无休止的灾难化的想象，没有一点美好你看王阳明一生他的核心的心法只有4个字，叫做知行合一，短短的4个字就道尽了
成事所有的真谛啊，知行合一啊。他说他怎么讲的来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吧？那很多人呢就误认为自己我懂得了非常大的道理，其实你根本就不算懂得道理。真正的认知是什么？一定是伴随着你的行动而产生的，而不是你脑子里光懂，你手上不去行动，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不去行动的认知是什么？都是空想和冥想，不去落地的道理那都他妈是废话。你只有亲身的去体验去做你只有亲身的去做，做完了之后真正体验到这个悟透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当你彻底的看透这一点之后，明白所有的恐惧只是在你未来没有发生的一个想象里存在给自己的一个幻想，那么所有的内耗都会源于你只是思考不想行动，那么你就会彻底摆脱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遇事之后你将不再会去纠结，不再会去犹豫，做事雷厉风行行道家之道，对吧？果断的坚定，人生自然呢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无往而不胜1508年这个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就真正的完成了自己向死而生的这种终极的觉醒。他看透了人性的弱点，看破了人生的真相，哪怕他常年身染重病，身体呢也是不堪重负，却能够就是接连平定宁王他的叛乱嘛，对吧？稳定了两广的局势，一生呢也是征战无数，从无败绩。他靠的是天赋吗？他靠的不是天赋，也不是运气，而他悟透的这种顶级修行的一种法则对吧？这种法则就是在事上才可以看得透这种真相不用去考虑未来。所以说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你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去空想，就躺床上我就冥想，我明天干什么这干什么，这都是你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而真正能够扎根于生活现实的是什么就是再复杂再繁琐的这种的事情，对吧？再棘手的这种难题，那人生的风雨，在这种风雨的历练过程中呢，打磨自己的心性，千锤百炼之后才能获得成长。那么所有的迷茫，所有的焦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内耗在那里你想1万遍，坐在那里躺在那里想1万遍1000万遍都没有任何用，只会越想越乱但是你只需要动你的手去做一下，直面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一切的心结就全部都会自动去解开。所以说人生所有的难题从来没有所谓的就是万全之策去解决这个事情，或者说完美的开局过度等待去准备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对你自身一种最大的内耗和你自己的失败。所以说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我立马做一个决策，我马上去行动，我先完成我再完美，我先落地再去优化。所以说你一旦停止你自己现在的空想，即刻去行动，那么杂念自然就会消失，心性自然就会沉淀，能力就会有所提升。那么持续做事情能够磨练的人，那你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永远强大，那将无人可击，对吧？击不破你。那么你会慢慢的去发现，当你戒掉你胡思乱想，放下所谓的纠结，把脑子里所有的千头万绪这种情绪化的事情全部都转化为你脚踏实地去每一步行动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彻底跳出了这个精神内耗的一个泥潭，不再去焦虑未来，不再去纠结过去，不再去自我的否定，心性就会越来越稳，格局就会越来越大，执行力就会越来越强。所以说读懂王阳明不是说让你去看破这个红尘也不是让你去消极的躺平，而是真正能够让你向内修心，向外成事。废掉一个人的从来不是低谷和你自己的磨难，而是一个人无尽的内耗。成就一个人也从来不是靠你的天赋和你的运气，而是靠知行合一的坚持，对吧？如果说你现在还是身处于迷茫或者焦虑内耗，想改变却迟迟不行动的，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心不定则事不成，对吧？行不止则路不通。停止你的一切的空想，立刻去行动，马上去行动，在事上去磨，在干中去悟，戒掉你自己的内耗，稳住你自己的本心，对吧？你会马上脱胎换骨，成就一番大事。所以说评论区你可以聊一聊你是不是也是常年想得多做得少呢？你又被精神内耗困住了多久了呢？